换新包装啊，连2019那个他也就是上新包装的照片。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新跟旧是不一样啊！你开始了吗？开始了。可是我真心觉得新跟旧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连闻起来都不一样。没关系，我们之后还有新的会到。没关系，我们先到了讲才点这样子。对。那我们眼前这是新来旧，这是旧的，这是绝版的包装，绝版。然后也没了，但我们想说把这个记录做下来。是。对，因为这个都大家预购光了。我们到的都没了。好，那这一支有没有什么特色？我们请这个学姐帮我们先描述一下。这一支调香师是以电影《大国民》那一部电影做调香的概念。然后《大国民》那一部电影是在讲一个报业大亨的一生，然后还有他跟他这一生中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的纠葛，就是因为他从小跟他母亲的关系而影响到他这一生的意思啊。对，就是所以他为什么会有玫瑰花？那一朵玫瑰花其实是代表他跟他母亲的关系。然后他用了前段的墨水，然后中段的东方木质调的跟后段的乌木沉香，这3个香味去带出他带出他这一生成为报业大亨，然后所有的经历。但是你会在这3段香里面隐约闻到玫瑰花的存在，就代表他母亲一直在他人生中默默的影响着他。对，无论好与坏都是影响。因为他跟他母亲小时候好像处的不是很好吧？通常是这样。那好像是我看他电影的描述是在说他好像是小时候就跟他母亲分开了。对，但可能小时候还有很多那种就是分离啊、颠沛流离，然后到他长大，因为他在20几岁的时候，他应该是给养父去养的，对，所以不是跟他的父母在一起。对，然后他在电影一开头是演他就是好像就是演他死掉，没有，一开始就演他是回溯，对。他死掉的时候，他就讲一句那个 Rosebud， 就是他。这一支是用那个电影的灵感去做的，就是这一句。对，那他 Rosebud 是玫瑰花蕾，我们其实翻他电影的那一句 Rosebud 的那个翻译译名过来的。然后那一句话大家都想说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电影就是在演说去访问他的其他的人，去了解他这个人的一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他在临死前会讲出那一句，然后再死掉这样子。后来才知道，到最后结局的时候就知道说那一句话是他小时候在跟他妈妈分开的时候，他的那个雪橇上面的印的那个字就是留的那一句话。对，他其实是在回忆到他在讲他小时候的那个印象。是，所以即便到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都对一直都是跟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挂念的这句话了哈。对啊，那难怪我也看到它的包装，为什么玫瑰花瓣，然后旁边又有这个报纸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就是报纸，然后又玫瑰花瓣的形状，然后又被有火这个烧过的感觉，对，是一个很知名的报业大亨，但是它这个原始的包装，我觉得是很结合它整个设计的灵感。有，对啊，OK，美。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故事性，而且好像是比较悲抗的这种剧情悲抗，对，是一个大起大落。那他最后是好还是不好？好像是不好，就是他还是孤独一个人的最后死去啊。对，他的几段感情好像也都因为没有结果很好。这个很受妈妈的影响，就是这个男人对情感的模式都源自于妈妈对他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就是这个我自己非常有体会。他好像走不出被妈妈遗弃的那个氛围。是，好，来，那我是没有被妈妈遗弃的，但好多次他都对外宣称说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对，我会把它爆料出来。可能他只是在讲狠话而已。对啊，只是喜欢讲狠话。他是这到处哄嗓这样，李明哄嗓这样。好，来闻一下这一支。吸引你的注意。好，那我们用这支来喷。这一支可能是我们那个这个有点对，因为那个瓶子看起来虽然不漂亮，因为它有点那我看一下这下面是怎样？它外露，所以外露沾到对对。其实原本的整个包装就是深红色就对了。是，好来，对，美。
空味，好，这是非常的香。这支我稍早已经有先喷了，就是喷了之后就觉得哇塞，那也叫你旁边。这支超好闻哎，我超爱。哇，这一支的表现跟刚刚那个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这支是很有历练的味道。它一开始给你的就是黑墨水的，类似黑墨水的香味，然后它有用乳香跟兰香籽去衬那个黑墨水，超级好闻。那事实上，它一开始带出来的画面也是比较黑暗一点，对，比较暗黑啊。对，它一开始就有墨水那种暗黑，然后那个味道稍重。对，那而且你看，我觉得有闻到那个报纸那种墨水味哦，对不对？真的跟它的行业很有息息相关啊。对，有，他把它加进去，很香哦。它那个兰香籽的味道，真的是乳香哦，那个报纸真的越来越逼真，你知道？对啊，它那个乳香跟兰香籽的味道好好闻，因为它中段也是放了大量的乳香在里面。是。然后前段也有放一些乳香 ，OK， 它完全前中段都是用乳香去带出墨水跟玫瑰花的感觉。有，就胖很厉害。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玫瑰香气的表达方式的表达，对走法，对。哦，我觉得好厉害，他如何把这个报纸，然后跟玫瑰，很像你在看报纸的时候，上面放了一支玫瑰咯。哎，对，哦，他把它整个画面刚开始乳香加墨水的感觉比例比较重一些。那旧报纸的味道，我相信大家如果有闻过的话，不管你去图书馆，或者是你家以前有堆了一堆旧报纸，你的爸爸妈妈很喜欢收藏报纸的话。那你只要去闻到，你大概会有对这个味道有点印象。对，那它是用乳香来呈现旧报纸的味道吗？乳香跟墨水，乳香跟墨水在里面，兰香籽，应该是主要是兰香籽，就是树脂去带出墨水的香气。对，报纸它也是用树木啊这些纸浆的东西去做成的嘛，然后再加它上面的墨水。所以它整个有呈现那种味道出来，而且连那个黄黄的味道、泛黄的旧报纸，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都呈现出来。对好，那学姐这一支前调目前在你身上怎么走嘞？就是墨水香加乳香，是，然后玫瑰花有隐约穿透过来这样子。OK。然后它是一个浑厚的玫瑰花啦，浑厚的，就是其实我闻了这一支的墨水香之后啊，其他品牌的墨水香我都觉得完了太淡，因为它的墨水香很扎实，是，对，就是你一喷出来，它就是真的让你觉得好像摊开了，洒出来了，对，打开了报纸，甚至报纸上的。还有墨水洒在上面那个氛围，你这个是泼墨山水大师，对，好像你打翻了墨水的那个香气，那准备要被揍了。好，那林心，你目前前调这一支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在我身上是乳香味道再更多一些，因为可能喜欢这个味道嘛，所以我会觉得它非常明显。我觉得它前面跟史诗女生也是有一些像的地方，就是乳香的地方。蛮像的，史诗女的后面，它像史诗女的后面，就是我知道，就是乳香在身上很舒服的那个氛围。对 ，OK， 对你这样讲史诗女，我倒觉得，后调是真的有点接近，觉得这里还蛮像的，但是它却呈现在前调。对，它前面也那个玫瑰也有一些出来。是，好，那请问两位这支玫瑰给你们是什么样的体认或感受嘞？这一支的玫瑰跟前面我们看的那一支追忆玫瑰又不一样哦。不一样。形容一下。应该已经经历社会已经有10-20年了。OK， 应该有30年。这感觉比较是跟自己内心相处的玫瑰花比较往内心去的这种玫瑰了然后。因为又带着木质香，是，我觉得它还蛮中性诶。这一支如果男生要喷也 OK，这一支比较，对他没有说他
我觉得玫瑰花虽然是它的主香调，但其实它又没有这么玫瑰，因为乳香很明显啊，对，是，对，我觉得这支它的味道呈现出来，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很疗愈感的味道，疗愈感，对，讲得好，不是说经过社会摧残的那一种感觉，不是被打趴了，是你经过这些社会历练之后，然后你再去闻这一支，你会觉得说哇，有一种就是心灵被有一点释怀了，对，然后被那种就是治愈的那种感觉，是，然后就然后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很想睡，因为我想睡了，想睡了，放松。我想要每次闻就是兰香子或是乳香类这一类的，我都会很想要就是很放松，就是放松下来，心情上啊，就是会觉得很relax。就是这一支很赞，我真心觉得是，而且这一支相当有历练，也相当有内涵，对不对？就是内心经历了很多的故事，那最后有一点自我疗愈跟自我安慰的一个救赎感，对，救赎，我觉得救赎这个很适合用在这边。是，OK。那两位女生跟男生对啊，怎么穿、怎么用、什么场合，帮我们分享一下。林心丽先好了。好啊，我觉得这支我会用在就是晚上的时候啊，比较放松下来，然后穿什么，在现在这种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的天气啊，冷冷的冬天的时候是。然后它就是有一种很温暖，然后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氛围在你的这个四周会让你觉得有一个放松舒压的感觉，然后又觉得这个味道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小温暖的感觉，是，对。那它会不会有一点焚香的味道在里面？有吗？有。因为你看它那个玫瑰形状的报纸有没有被火这个燃烧，好像余烬有没有？对呀，那个就有一点温暖感。事实上这个味道是有把它带出来的。对。好，那学姐这一支男生女生怎么用呢？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喷。是，我觉得。我很爱他，我无时无刻都想喷他。那这等于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喷这一支就可以再躺回去的意思，对？不会啊，我不会想要躺回去啦，我也不会想要躺回去。会希望它这个味道一直在你身上陪伴着你。不是啦，木菊的香水，你如果睡前喷，真的太强烈了。真的啊，我真心会一直闻到它，这样没办法入睡了。会太木菊的香水，我觉得我不会把木菊的香水拿来。唯一只有一支那个全绿的那个前中后调都乳香那个，对，绿香之州只有它可以，其他的我觉得我不行，不然太浓了。是，对，但我觉得它就是你说它适合什么场合，我觉得都 OK， 而且男生女生都可以。它其实是一支蛮中性的香水，对，因为它墨水木质调衬出玫瑰花香，然后那个香味是真的还蛮疗愈，是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最主要就是来讲。这个男主角一直希望自己可以走出被母亲抛弃的那个阴影，他一直在人生中自我在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跟路途，可是答案，可是就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好的方法，他还是自己一个人。对，他这个那一句话在这里啦。他这个就是没有看那个《当和尚遇到钻石》啦。那句话在这里。如果他看了这本书 ，It's about those intents. It's all about. 是。就是啦，这一支我觉得还辛蒂讲嘛，就是它是一个蛮自我疗愈的香味，所以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都想喷它，真的，我很喜欢这一支。从它一上市，我就觉得这一支超赞。对。那他说他要改版的时候，我真心觉得赶快收，对啊，赶快收，真的没了，没了。对，不是还有一支全新的吗？这是许愿要出的。许愿要出的，还没出完许愿。好，那这一个以男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很像故事，他描述的很好。他是一个报业大亨嘛，对，一个大亨等级，其实大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内心的故事。其实，人家说阳光越强，其实内心的阴影越沉重。对，好，那我觉得他是要呈现的是，大家看到他光鲜亮丽的
外在，但是殊不知他内心其实有从小跟母亲的关系对他的伤害，一直延续到在他的事业的内心的深处。对，那这个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一个自我疗愈跟救赎的过程。好，那为什么我可以讲得出这么有深度的话？因为我就是在描述我自己。我不会看这个，你认真。那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没有啊，没有。那推荐你可以好好看一下。大国民哦，大国民。OK， 好。大国民最近是不是 Netflix 也有啊？这是很久很久的片哦，黑白片，黑白片，类似黑白片。它是1941年的片。这个二战，而且那一部片还得过就是奥斯卡奖。哇！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之后的话还一直就是被推为就是等于是这整个时代下来的前10大影。真的，OK， 好，可以看，有机会大家上 Netflix 看一下，如果上面有的话，确定一下。好，那我们待会再回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支的后调怎么样的转折哦，回头见，拜拜，拜拜。好，玫瑰花蕾后调回来了，这是绝版的玫瑰花蕾。是，目前大亨的人生走到哪一步了？走到精彩的中年，对，华丽的玫瑰盛开的时候，华丽的转身落下台就对了，是吧？还没下台，还没下台，他现在正在过青壮年，华丽的人生，玫瑰盛开的时候，对，因为在你们现在后调身上呈现的是玫瑰越来越鲜明，对不对？对，而且是丰富的。对，我觉得现在可能在中调而已，在中调，因为它还在大片的玫瑰花，你还没闻到后面的木质香。刚刚的墨水走掉了之后，整个玫瑰花跳出来，它现在就是一大片的纳马士革玫瑰花香，然后一样乳香去衬它，对，然后你会闻到是一个很华丽。然后觉得纸醉金迷的玫瑰花香，是，就大蕊的丢啊，对。那这个很像林心地那个3阶段的照片，就要再秀出来一下，比较像。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支玫瑰，这一支这个玫瑰花蕾的味道哈，就盛开的那个玫瑰花，对，就是这个像盛开的玫瑰花，就是我们照片这一个，红色盛开。然后还洒着金黄色阳光的玫瑰花。对，那这个是我们分别用3天把它记录下来。我们10楼顶楼花园的玫瑰同一支哦，它的前中后调，前中后调，对，大概就是这个品种味道，对吧？对，哦，那在我身上，我觉得它的焚香又再多一些些，木质调再多明显一些。那这个焚香也把这个花瓣的玫瑰花瓣的味道再拖得更鲜明一点。那我会觉得这个大亨在这个人生的中段呢，哇，真的是精彩、澎湃、丰富。不管是外在媒体记者对他的追捧。或者是他内心的世界，他也有这个值得骄傲高兴的一面。我觉得就在这个中段完全的呈现出来。对。那我相信后调应该又会不太一样。Emoji 我们没有办法在录影片的这个短短1个小时去把这个后调呈现给你。对，但是如果可以，我都尽量会回头8小时之后我再文字补充了。来，那换林心地帮我们讲一下这一支。我这一支啊，从就是早上喷，然后到现在，就是那个味道，后调已经有出来了。但是它的味道的话，中调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闻到的，刚刚喷的，它就是玫瑰味道非常非常重。是。然后再加它，其实里面有檀香。只是它是那种带微它这里面是很顺的那一种木质料，搭配它，对，不是像乌木那种很厚的那一种感觉，然后整个我觉得它虽然味道很厚实，但是不会很扰人的那一种味道，是，OK，然后很香好的。那学姐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因为闻得到
木质又闻到一些焚香，那但是你会怎么把它定位呢？木质花香，木质花香，OK， 木质花香，对，0到10分，10分啊，10分哦 ，OK，好，我超爱它，给10分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它前中后，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从调香师的调香概念到配合大国民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真的有把大国民这部电影的整个感觉跟精神调在这一支香水里，然后它调在这支香水里呢，它又让前中后调分明到那个每个香味你都闻得到，因为前段的那个墨水香你闻得到，后面的木质香你也闻得到，然后中间那个玫瑰花香是会让你前中后调你隐约都可以。虽然我们现在走到是中段的大片的玫瑰嘛，可是其实你在前调跟后调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个玫瑰花隐隐的存在，对，就代表那个像报业大亨心中那个对小时候母爱的缺乏的那个感觉在。一直在心里头那种感觉是隐约都有在的，一直都在。对，快乐的时候又突然又一些悲伤的回忆让它出现，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可能小时候没有获得满足的爱，然后长大又一直追求爱，可是他又一直用不对的方式，所以最终他并没有得到他想要获得。可是那个遗憾就是从他的小时候、中年到晚年都一直存在着。那个每一个花是他走在那个前中后调的感觉，跟这部电影刚刚好，那个传递的精神真的非常棒。我觉得这一支香水其实我觉得它是个艺术品，因为它调得很赞。如果以它跟电影结合来讲，它算是调得很棒的一支香水。哇，学姐讲的真好，对，我都因为他真的很爱，所以他讲的非常的。你看没看到我都很安静，就是仔细的听他讲。我这个位置已经到后调了啦，就是大概已经是4-5个小时后哦，真的4-5小时前。你刚早上有喷。但我中间有洗手又有不一样呢。对，它后面又不一样。它的味道其实后面就是它剩下檀香跟这个檀香其实没有到很明显，就是轻盈的木质，是再加雪松，然后一点点香草。就是它很柔顺的那个木质香，然后但是还是有带玫瑰还是存在，没有到完全没有这样子。这一支可以走一整天，所以到晚上那个味道是刚刚好伴你入眠的那个香味。对，好好闻啊！这支换我10分了，10分。好，来换你，你会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嘞？我是花香木质调。OK， 花香木质调，其实就是都是对啊。是0到10分。好，10分的原因。蛮喜欢的，而且就是会很想把它带回家。对。OK，所以这个想不想带回家是你评分的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因为你会不会想要把它喷在身上嘛？对啊，然后它值不值得收藏？对 ，OK， 两者都有，是一个很值得收藏，然后也很实穿的一个味道，又很好闻。满分。OK， 那这一支我觉得有一点焚香花香，然后焚香花香的木质调，对，0到10分我会给它9.8分。9.8，对，我觉得对你们的故事联想性比较有连结跟冲击。那因为这个是在描述我自己的故事对，不是减2分，我不是大亨啊，我是大亨宝啦，对。但这一个从故事到这一个味道的呈现，你就会觉得仿佛你边闻的时候，这个剧情就在你的电脑荧幕画面中，不是脑海的荧幕画面中，对，黑白胶卷，不断的在输出，跟往前有很多画面这样，对，好的描述了一个对外跟对内的内心戏跟这个外在别人对他的追捧，那非常有心灵层面，所以我给他9.8分，事实上是要给他满分的但是因为就很像这个故事最后是个缺憾嘛，所以留个2分给他，成为永远的遗憾，永远的遗憾，好不好？这是我为什么给他9.8分的原因。好，
非常谢谢2位为我们今天介绍这一支玫瑰花蕾是绝版品，我们就留作记录，好不好？是。那有许愿拿到最后一批的，这非常开心，恭喜！珍惜它。对。那我们现场新版的也到了啦，新版也到，之后有新版，只是不晓得新版有没有这个旧版来的。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全球的物料哈，你不要期待每一批味道都一样。对，因为只有商业香每一批味道才有办法一样。为什么？因为化学调的不会出问题。对啊。那只要是取材于天然的，你都每一季葡萄的收成，每一年的味道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它其实是有说它有小小的改版的啦。是 OK， 对，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一个遗憾呢留在心中，好吗？跟这一支香水一样。好的，下次见喽。好，拜拜，拜拜，拜拜。